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场末日里最先死的不是没钱的人，是没准备的人。我亲眼看见一个人被活活撕开，整座城市从第3天开始就彻底失控了，停电、断水、抢食、死人，一件接一件。而我被困在16楼，整整120天，没有出去找过一次物资，却活下来了。要问我为什么，还要从那天夜里说起。凌晨3点半，一条微信把我从普通人的日子里拽入了末日。闺蜜在研究所，她说病毒失控了，被感染的人会像丧尸一样咬人。她说她已经把自己的100万存款转给我，只留下一句快囤物资，别出门，等我回来。齐月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们从孤儿院长大，他的这100万是他这些年辛苦积累的全部。他能把这些转给我，说明情况已经严重到没得商量。我的心剧烈跳动，手指颤抖地发消息给他，打电话都是关机。那一刻我知道丧尸末日真要来了。一夜未眠，灌下3杯咖啡让我保持清醒。我开始迅速制定应对计划。我和齐月共同购买的房子位于郊区16楼，空旷安静。我看着窗外的城市迅速做决定。防盗门是我最先加强的地方，接着我花了9万把全屋的窗户装上了最坚固的防盗窗。末日尚未爆发，但我已经在和时间赛跑了。天一亮，我就开车冲向嘉定城。丧尸来临，最怕的不是一时没饭吃，而是断电后所有物资废掉。老板看到我一掷千金，开心的嘴巴都合不上，还免了运费，亲自帮我把发电机安装好。我不敢在超市大规模采购，怕引人注意，下午直接租了小货车，跑去了远一点的粮食批发市场。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、方便面、调味品、矿泉水全都塞满车厢，尽可能多带一点。搬完这些回家，筋疲力尽，但看到客房里堆满的物资，心里稍微安稳了一些。但我知道这才刚刚开始，肉类、蔬菜、生活用品一个都不能漏。我心里清楚，真正的末日不是电影中的瞬间崩塌，而是你被困在家里无数天，每一卷纸、每一桶水可能决定你能否活下去。第2天清晨，我几乎没有停下，直接出门。今天我租了更大的货车，直奔菜市场。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鸡鸭兔，所有能长时间冷冻保存的肉类我全买了。鸡蛋、鹌鹑蛋、鸭蛋也买了几大箱，黄豆我也囤了上百斤，想着以后还能磨豆浆做豆腐。蔬菜我不敢囤太多叶菜，只买了南瓜、土豆、冬瓜、胡萝卜、白萝卜等能存储较长时间的品种。之后我还跑去干货店把香菇、木耳和脱水蔬菜一扫而光。就在结账时，我听见老板娘和别人悄悄说，隔壁室有人把自己儿子活活咬死，肠子都掏出来吃了。我心头一凉，知道那不是谣言，而是丧尸已经开始了。我赶紧离开，转头又去了生活用品批发市场。纸巾、卫生巾、洗衣液、牙刷、垃圾袋、沐浴露全都备齐，顺便路过5金店，买了狼牙棒、大斧头和一整套工具箱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我囤的已经不仅是生活必需品，而是活命的底气。晚上，我终于把满车的物资低调地开回了家。刚刚停好车，我就看到楼下停着一辆小货车，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齐月。几天没联系，他突然出现在我面前，我心里一阵松动，差点忍不住落泪。齐月下车后，第一句话不是安慰我，而是直奔主题：物资准备的怎么样？我拍了拍车门，简短的回答：重要的都差不多了。他点了点头，又示意我去看他的车。车厢里装满了罐头、药品、消毒液、酒精、口罩和防护服，堆得满满的。然后他轻轻敲了敲驾驶座窗，叫下一个陌生男人。他自我介绍：我叫于慈，是齐月研究所的同事，因为家在隔壁市，那边的情况更严重，所以下来暂住你们家。我瞥了他一眼，穿着黑衬衫，戴着金丝眼镜，文质彬彬，看起来特别招人注意。尽管如此，我心里却莫名地涌现出4个字：斯文败类。我们并没有时间多聊，3人开始忙着一箱一箱搬东西，直到晚上10点才把所有物资塞进家里。第2天我们继续忙碌，目标是补充剩余的水和水果。我们3个人再次去了超市，充电宝、矿泉水、大水桶、牛奶、海鲜干货、水果、零食、饮料，所有东西都被我塞进了购物车。于此甚至特意买了几大袋营养土和种子，似乎他有更长远的计划。回到家后，我们发现客厅和客房都已经堆满了物资，齐月只能和我一起睡，把原本的房间腾给于慈。那晚我站在阳台上，手里端着牛奶，望着于慈蹲在那儿往种菜盆里倒营养土，看着他忙碌的背影，心里有些莫名的触动。他边忙碌边解释，家里蔬菜不够，先种点快菜和空心菜，1个月后就能吃上新鲜菜。昏黄的灯光照在他身上，他的每一句话都让我感觉他格外温柔。我突然意识到我心里开始乱了，于是我下意识地开口：于慈哥哥，你住在我们家，你女朋友不会生气吗？话一出口，我自己也愣住了。那一刻自己才知道心里有些不一样的感觉。那晚的我心情复杂的让人无法言喻。
第二天早上在厨房遇见于慈时，我尴尬的想马上消失，可他和往常一样，面无表情的和我打招呼，甚至还很自然的说了句早上好，完全没有察觉到我内心的涌动。幸好齐月及时进来打断了我们的尴尬，他慌张的拿着手机让我看微博，微博上全是关于丧尸病毒爆发的新闻，视频里满屏都是血腥与恐怖，病毒爆发全国蔓延，死亡率100%，感染者将变成丧尸。看到这些，心里一阵凉意，我完全没想到丧尸末日真的开始了。紧接着，政府发布了紧急通知，让所有人留在家里，尽量不外出，等待救援。楼下的惨叫声很快响起，我们冲到阳台，看到小区内开始有丧尸出现，肆意扑向行人。末日真的来了！丧尸爆发后的第一天，楼下此起彼伏的惨叫声让我整个人都僵住了。齐月靠在防盗窗旁，眼睛通红，他从未见过如此恐怖的场面。他的声音有些哽咽，没想到病毒传播的这么快，连我们这个偏僻的小区都撑不住了。我回到客厅，问他和于慈究竟了解多少。齐月沉默了许久，才慢慢开口。上个月我和于慈去边境带回了 M.1 病毒的血清，结果实验用的小白鼠全部丧尸化，连我们的老师也感染了。之后整个研究所被接管，实验人员全部隔离，我们前几天才被放回。于慈则补充道，国外其实早就爆发了吃人事件，只是消息一直被封锁，最近才彻底失控。听到这些，我整个人都沉了下去。原来电影和小说里的末日真的来到了。虽然我们手中有足够的物资，但心里还是充满了不安。我强忍住恐惧，努力告诉齐月和于慈，国家会研制出特效药的，我们只要按通知待在家里，就一定会等到救援。可那天中午，我们谁也没有胃口，我们只勉强吃了1桶泡面和1瓶牛奶，尽管家里囤了那么多食物。末日的恐惧笼罩在每个人心头，我们只能在客厅里默默发呆，等待灾难的下一步发展。末日的第一天下午，我实在闲得无聊，便悄悄站到了阳台边。于慈看出了我的心思，递给了我一个望远镜。我接过它的瞬间，突然感觉自己仿佛在执行一项特别危险的秘密任务。透过望远镜，楼下的景象被放大得一清二楚，就连地上的纸巾和血迹都看得一清二楚。那些丧尸在楼下游荡，四处乱撞。我忍不住问于慈，丧尸是如何分辨活人和同类的？他皱着眉说，我们研究所还没来得及研究这点。我心里顿时一紧，转头问他，我们站在阳台上会不会被发现？他想了想，回答，最好在防盗窗外加一层黑色遮阳网。我把之前买的遮阳网拿了出来，立刻在阳台和卧室窗户加装了。虽然这样可以防止丧尸发现我们，但我心里始终觉得不安心。于是我把门口的监控画面投到电视上，方便随时观察外面的情况。我们3个人迅速分工明确，齐月和于慈轮流守门盯阳台，而我负责做饭和管理物资。丧尸爆发第2天，楼下的嘶吼声依旧不绝于耳，我们谁也不敢轻易拉开窗帘，只能通过监控和阳台缝隙观察外面。每一天，我都花时间重新整理和规划家里的物资，确保每一项都用得上，合理安排食物和水的消耗，保证尽量维持营养均衡。中午，我做了青椒肉丝、西红柿蛋汤和蚝油生菜。看着桌上的菜，我忍不住问于慈，像这样的绿叶菜能不能自己种？他回答得很自然，可以，等我们吃完这些，马上就能种。那一刻，我才意识到，于慈不仅仅是想着眼前，更是为未来做打算。他给我们提供的不仅是生存的物资，更是希望。吃完饭，我窝在沙发上喝着西瓜汁，翻看微博上的热搜。以前的热搜都是明星恋情和娱乐八卦，现在全部是关于求救的消息。有人被困商场厕所，有人家里老人突发心脏病，有孕妇要早产，甚至有无数人在发定位喊救命。看着这些消息，我心里既心疼又无奈，但我也明白，我不能为所有人做什么，能做的就是守住这个家。丧尸爆发的第3天，政府再次发布通知，强调丧尸对人类的感知范围和嗅觉异常灵敏，大家一定不要受伤流血，也不要外出。那一刻，我终于明白，为什么楼下那些丧尸总是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晃，他们没有发现我们，而是还没到足够感应的范围。接下来的日子，小区异常安静，所有住户都门窗紧闭，气氛沉寂的让人压抑。直到第11天，我终于通过望远镜看到对面那栋楼的窗户里走出来了一对年轻男女，他们看起来已经饿得不行，背着空空的包，小心翼翼地避开丧尸，目标显然是楼下的便利店。我站在阳台上，心提到嗓子眼，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的动作。男人负责放风，女人偷偷跑进便利店拿食物，2个包很快塞满。当他们成功返回时，我松了口气，连呼吸都放轻了。那一瞬间我才明白，末日里的真正奢侈不是食物，而是看到别人也能活下去。那对小情侣的成功，仿佛给了整个小区一剂强心针。大家发现楼下便利店竟然还能拿到物资，所有人都蠢蠢欲动。然而，人一旦饿极了，胆子就变大，但脑子也变得更愚蠢。丧尸爆发的第13天，我正吃着早餐，突然外面传来一声极其凄厉的惨叫。齐月、于慈和我立刻跑到阳台，通过望远镜看去，几个人和那对小情侣一样，
偷偷跑出去找吃的。然而这一次，丧尸明显更敏锐了，他们嗅觉和速度都增强了。那些人几乎是刚露头就被扑倒，不到10分钟，他们全都被丧尸撕成碎片，只有一个被当场分尸。其他几个没多久也全都站了起来，加入了丧尸的行列。看着楼下越来越多的感染者，我忍不住叹气，现在楼下都快能凑一支足球队了。但说归说，我心里暗自松了口气，庆幸齐月提前告诉了我，庆幸我没有舍不得花钱。那一刻，我忍不住抱着齐月亲了她一口，说有你这样的闺蜜真是三生三世的幸运。她却一脸嫌弃地擦了擦脸，嘴里还说今晚想吃佛跳墙。末日里，时间变得奇怪，虽然我们每天都被困在家里，但日子却一点点往前推，楼下的丧尸越来越多，死的人也越来越多。家门口堆满了水桶，斧头和狼牙棒也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。于此每天坚持锻炼，说是为了保持体力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有一天，他突然看着我说：“你做的饭太好吃了，最近我长了点肉，万一要挥斧头，怕挥不动。”我本来想吐槽他，却在听到做饭好吃时，整个人愣住了。那一整天我的心情都特别好，像偷偷吃了蜜一样。那晚我忍不住问他：“你家里怎么样了？”毕竟他家在丧尸最早爆发的 A 市，我一直不敢多问。他平静地回答：“我提前通知过父母，他们也囤了物资，情况还不错。”他说到家人时，眼里带着温柔的笑意。那一瞬间，我不禁感到一丝羡慕。那种有爸妈惦记、有家可回的感觉，齐月和我从未有过。接着，于此突然说道：“等一切结束了，我爸妈想见见你们。”我愣住了，下意识地问：“这么快就要见家长了吗？”话一出口，我才意识到自己有些冒失，脸红了。于此看着我笑得特别坏：“你这么快就想见家长了？”他轻轻揉了揉我的头，笑得像个调皮的孩子。于此的笑声让我心跳加速。那一瞬间，我才意识到，我并不是无意间说了错话，而是真的喜欢上了他。之前我觉得他稳重聪明，跟他在一起让我感到安全。可是末日里，我们3个人在一个屋檐下度过了无数个日夜，白天一起守着门窗，晚上一起吃饭聊天。每当他逗我时，我心里就会莫名一颤，像是心跳漏了一拍。我知道自己不能承认这些感情，末日下谁也不能确定明天会怎样，喜欢这种事似乎变得太奢侈了，所以我只能默默把这些乱七八糟的心思压在心里，红着脸逃进厨房。那天我做了凉拌木耳和泡菜，还煮了3碗鸡汤面。虽然饭做得很好，但我心里全是刚才他说的那句话：“你是不是喜欢我了？”丧尸爆发第46天，终于家里停电了，屋子瞬间陷入一片黑暗，心脏猛地一跳。我知道停电意味着一切都更加难以忍受了。虽然我们早准备太阳能发电机立刻接入使用，但那一瞬间我依旧感到一种深深的恐慌。时间已经过去太久，救援迟迟未到。阳台上的快菜终于开始成熟，白菜吃完了，空心菜也长得差不多了。虽然菜量不大，但至少能让我们偶尔尝点新鲜味道，生活中的小确幸变得尤为珍贵。每当外面的丧尸开始骚动，我都会小心翼翼地观察楼下的情况，确保自己不引起任何不必要的注意。我们时刻小心谨慎，生活就像走钢丝一样脆弱，每天都在拉紧自己的神经，稍有松懈，可能就会变成下一个惨叫的源头。于此依旧在认真锻炼，每天坚持做俯卧撑和跑步。那一刻，我意识到在末日的日子里，他的存在变得越来越重要，重要到我开始依赖他，害怕失去他的陪伴。丧尸爆发第56天，家里的水开始有问题了。打开水龙头时，一股淡淡的臭味扑面而来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腐败的味道。我和齐月对视了一眼，谁也没说话，默契的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除了冲厕所，我们再也不敢使用自然水，只能依赖之前储存的桶装水和矿泉水。站在阳台上的我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。楼下的丧尸越来越多，偶尔还能看到几具尸体没有被清理干净，躺在地上，肢体扭曲。我心里一阵阵发凉。国家的救援迟迟没有到，网上也传出其他国家已经彻底沦陷的消息。那一刻，我不禁问于慈：“我们还能等到救援吗？”于慈站在我旁边，他的语气却特别冷静：“能的，要相信我们的国家。”他说完还笑了笑：“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，我也会死在你前面。”那一瞬间，我的心狠狠一颤，忍不住抬头看他，半真半假的话，我却感受到他眼里那种温暖的笑意。当我再次开口问他：“你喜欢我吗？”时，于慈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轻轻揉了揉我的头发，像往常一样露出淡淡的笑容，然后转身进了屋里。那一刻，我心中似乎有了一些答复，只是我仍然不敢向前迈出那一步，毕竟末日的世界什么都无法确定。那晚我站在原地，心里乱成一团。可还没等我想明白，新的麻烦很快就来了。国庆那天，我特意做了顿好饭，狮子头、松鼠桂鱼、老鸭煲，还用阳台刚长出来的2个西红柿做了凉拌菜。饭桌上我们举杯庆祝，虽然身处末日，但至少现在大家能团聚在一起，我暗自希望一切能早点回归正常。然而没想到饭刚吃完，门外突然传来敲门声，这声音太突兀了。
我与齐月、于慈持武器并肩，气氛紧张。咱家隔壁不是一直没人住吗？齐月压低声音问。我冷笑着说，对，隔壁还在装修，根本没住人。我们没有开门，而是直接通过客厅的监控查探。持斧的横肉男人敲门叫骂，以孩子快饿死为由索要吃的。于慈看了一眼，冷静地说，门绝对不能开，丧尸来了最先死的就是圣母。我握紧了斧头，感到一股莫名的压力，随时准备应对可能的袭击。就在我犹豫时，男人继续用软的策略请求帮助，硬的不行就来软的，而他的这番话却引来了更多的丧尸。果然10分钟不到，10几只丧尸就出现在了监控画面里。于此立刻示意我们安静。门外那个男人原本还在求我们开门，一看见丧尸脸色都变了，抓着斧头就开始乱砍。第一个丧尸的脑袋被他一斧头劈掉，黑色的血一下溅了满脸。那一刻我才意识到，这男人能从隔壁栋摸到我们这栋来，本事确实不小。可问题是，丧尸不是一个，他砍倒一个，很快又扑上来2个、3个。没多久，他的动作明显慢了，体力开始跟不上。紧接着，一群丧尸一起扑了上去，手臂、大腿、脑袋全被撕扯下来，甚至连变成丧尸的机会都没留给他。不到10分钟，门外又恢复安静，只剩地上一滩残肉。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距离的隔着监控看见一个人被活活分尸。齐月当场就弯腰干呕，我胃里也一阵阵翻腾。只有于慈从头到尾都冷静的可怕，像是在看一个早就注定的结果。自那以后，我们晚上再也不敢开灯，必须拉严所有窗帘后才敢开一盏小台灯在屋里走动。因为那晚让我彻底明白，末日里最可怕的不只是丧尸，还有那些被逼到绝路的人类。丧尸爆发整整120天，生活越来越难以维持，水的来源不再可靠，食物消耗的越来越快，楼下丧尸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。气温骤降，丧尸的行动变得迟缓，但这并没有带来多少安慰，反而让空气变得更加沉重。每个人都开始变得更加沉默，似乎在等待某种不可知的结局。那天，于慈抱着被子缩在沙发上，喃喃地说：“我快冻死了。”我这才想起来，于慈来我们家时根本没有带厚衣服，于是我赶紧翻出2件黑色羽绒服给他。穿上羽绒服后，他终于松了口气，脸上难得带着些许放松的表情。这是唯一的好消息，他说丧尸行动变慢了，国家已经开始准备清扫丧尸，救援计划正在展开。就在那时，齐月拿着手机进来，看着我和于慈，眼中闪烁着希望的光芒。国家的通知来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手机，看到消息里写的清清楚楚，全国将开始全面清除丧尸行动，请大家耐心等待。我忍不住眼泪涌了上来，不是因为委屈，而是因为一种长久压抑的情感瞬间爆发。我们没有被抛弃，整整120天，我们在16楼与死神共舞，熬过了无数个绝望的夜晚，终于等到了救援的希望。我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安慰和力量。只要国家还在，我们就一定能度过这场灾难。元旦那天，小区里终于传来了枪声，那声音清脆坚定，像是一剂强心针，击中了每一个幸存者的心脏。我和齐月趴在阳台上，看着丧尸一个个倒下，那是这几个月来我们听过最美妙的声音。没过多久，穿着军装的军人带着喇叭站在楼下，告诉我们：“你们获救了，丧尸已经被全面消灭，欢迎大家回到正常生活。”这句话像是一道光，照进了我们每个人的心里。齐月带着眼泪去开门，于此和我站在后面，听着军人说“你们获救了”时，我的心瞬间轻了下来，眼前一阵恍惚。门关上后，我们2人抱住了彼此，哭得没有任何形象。经历了这么久的恐惧、绝望与挣扎，终于迎来了这一刻，救援来了，我们没有被丢下。回到屋里，于此突然低头看着我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开口说：“你知道吗？从第一次见到你时，我就觉得你特别可爱。”那一刻，我的心跳漏了一拍。于此的语气一如既往的冷静，但我能感受到他话里的温暖。终于，生活开始恢复正常，我们接受了这段经历的洗礼，内心虽然依然有些许波动，但我们渐渐适应了新生活。我真的跟着于慈去了 A 市，去见他的父母。他们非常热情，一见到我就拼命往我碗里夹菜，嘴里还说：“感谢你照顾于慈，快来吃点菜，别客气。”我有些不知所措，心里却暖得不得了。而当他们开口问我们什么时候结婚，我当场就愣住了。因为严格算起来，我和于慈在一起的时间连半个月都不到。但有些事情往往在末日的打磨中变得更加直接，也许是经历了生死考验，我们之间不再有那么多试探和犹豫。半年后，我和于慈结婚了，婚礼办得不大，总共就3桌人，但我一点也不介意。毕竟在那场末日之后，能安安稳稳地站在这里，彼此依靠本身就已经很珍贵。婚礼上，于慈比我还要哭得惨，紧握我的手，一遍遍说：“这辈子、下辈子、下下辈子，我都只要你。”伴娘是齐月，伴郎是施明，那个后来把我们从楼里接出来的军人，也是齐月如今的男朋友。他们也快结婚了。我们4个人站在一起，笑着回望曾经黑暗难熬的日子。没有什么比经历过生死的朋友和爱人更珍贵。那一刻，我心里充满了幸福与感激。
后来我偶尔会想起末日最开始的那晚，我在阳台上嘴快问于慈：“你住在我们家，女朋友不会生气吗？”如果当时有人告诉我，半年后我会拐着这个男人去见家长办婚礼，我一定觉得对方疯了。但现在一切都成了真，末日没有摧毁我们，反而把我们送到了彼此身边。